哔哩哔哩的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天官赐福的导演李豪林。哔哩哔哩的小伙伴，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杨秉。这次由我及秉音传声团队担任天官赐福的全部的配乐制作，以及其中3首歌的音乐制作。现在天官赐福还在哔哩哔哩热播中，所以说也希望小伙伴们多多追番，多多关注。天官赐福动画上线至今，2位最大的感想是什么呢？还是3个字，压力大。我是觉得，首先最大的感受是，就身边挺多人关注的，一些不看动画的人，就是一些我们身边的朋友啊什么的，就跟我们发信息说，哎，你们原来在做这个项目啊？很多时候李导贴的音乐啊，可能中间有些段落可能就贴了几秒钟，然后就会有那个很多粉丝就问，就哎，这一小段音乐是什么？我明天就要，你赶紧给我放出来。之前在很少动画里面会有人去关注到配乐这块这么细节的内容的。最开始参与天官赐福动画的契机是什么呢？因为天官赐福这是个大 IP 嘛，跟 B 站聊的时候会聊到这样一个项目 ，B 站这边也会先问我说，哎，李导你这边有没有对此类项目有这样的一个兴趣？我说可以啊，我说之前的项目也有一些经验累积嘛，我说这个项目我会去看看书，然后看完书以后呢，我觉得的确实话实说，这个书写的是真不错。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包括思路比较清晰、缜密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结构，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来说做改编也好，或者说是把它拍成动画来说也好，我觉得还是很有画面感的。我的契机当然是因为绘梦啊，刚开始做国创这块的音乐没多久的时候，就认识郝林导演。第一个合作的是突变英雄 Live， 之后又合作了四十青春啊，包括仙王啊等等一系列他们绘梦的作品。我感觉就是郝林导演跟我其实因为我们也是同龄人嘛，我85年的，我85年的啊，你什么星座的？我天蝎座的啊，他天蝎我双鱼啊。我们彼此的这个审美这块其实是非常接近的。虽然他是导演，他可能不会做音乐，但是他对于音乐本身就是要做成什么样的表述，其实是非常细节、非常准确的。到了天官的之后呢，就是因为他刚才也说了，他的压力大嘛，不能允许我们有太多的磨合，我们可能上手就要开始做了。也是之前的那些契机，就是导致了我们现在能够一起来完成这个作品。天官赐福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制作动画时最主要的方向是什么？在我看来，很多人会跟我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故事内容。抛去大家在意的那些点，其实故事本身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信徒和他所追随一生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包含了忠诚，包括了忠贞，这种情绪在里边。其实是超脱于一些简单的情感，有更高层次的一些内容和内涵的。做这个片子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得求稳，原作的叙事节奏都其实是在那个点上面的。刚刚开始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慢热，但是一旦把人物和世界观交代清楚以后，慢慢的从他们的以前的一些回忆杀里边可以看到这个故事背后的爱恨情仇。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觉得要稳着来，就是慢慢的去把这些东西一点一点的呈现给观众，可能是1季、2季、3季的内容，慢慢的就推给观众。天官动画配乐有将近30首，如何规划这么庞大的量，以及在制作时所遵循的核心是什么呢？虽然说就是可能你们觉得这个30段已经挺多的了，但其实在我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每一段配乐也会制作一个类似于像起承转合啊这种不同的段落。片中运用的时候，因为音乐编辑这一块也是李导自己亲手来做的，所以他经常会选择一些最合适的部分。就例如说这一段，他可能觉得后半段很合适，他前半段他就放着先没有用，就是观众朋友们听到的可能只是一部分。30段音乐可能我们是按照可能类似于50段、60段这样去做，核心是在于本身这个作品它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作品，就是它表达的所有的这个情绪呢，它不是那么的简单直白，就是它所有的角色啊，包括他的行为动机都有一个自己背后的意义。例如说在片中的某一个台词，可能看过书的观众看是一个意思，第一次看到这个作品的观众看到又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在制作音乐和画面的同时，都会兼顾到就是这2层含义在里面。音乐本身所要表达的一种核心的一个思想，应该是一个信念感。我们的主角他就是靠着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信念坚持下来的，所以我们的音乐在信念感这块是要非常强化它。制作配乐时是如何选取乐器的呢？形式上面我觉得天官赐福它应该是一个就是包容性非常强的一个作品，所以在音乐表达上面就是民族乐器肯定是要有，因为这是一个中国题材的一个东西。
但是因为它这个项目本身的受众其实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人，因为我在 B 站上看到很多什么外国人看到这个片子的反应啊什么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有文化输出可能性的作品，所以我们在音乐配器方面其实就并没有局限于只使用民族乐器，而是一个融合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可能在我们的审美层面，我们觉得什么样的乐器适合，什么样的乐器更能表达出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信念感以及这个情绪，那我们就用什么乐器。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在第一集结尾部分音画结合的制作过程吗？这个作品本身来说，我觉得很完整。对我来说，有很强的改编欲望的部分，其实也不是很多。因为本身来说，导演是带有作者性的嘛。那我如果想要做改编的话，一定是觉得这个地方还能更好。当时看到第一章节的时候，就觉得如果用一个很正常的视角和逻辑去拍的话，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很传统的说啊，很久很久以前，然后就怎么样的，就是也不会让我觉得有特别的给观众带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我当时看书到倒挂失灵就血雨这一段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场景是非常浪漫的。同时呢，我也会觉得反复切很多镜头在那一个场景下，它缺少一点内涵和内容。那我觉得正好第一章节其实是富含了很多谢怜的生平，其实都是在被花城一路这样关注过来的，所以我是希望把这个内容包含到他们两个人一起执手前行的这一段，相当于他们两个执手的同时，也经历了当年的那种往事，既能够满足说对前史的一些交代，那又能够满足浪漫的情况下，它也不空洞。所以后面也跟那个杨老师约了，说是要做一首歌，就是因为这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场景，所以一定要有一首属于他们两个人或者给谢怜的一首歌。第一集结尾部分由马正阳老师来念旁白，是出于怎样的设计思路呢？当时如果就是说只有画面没有一些旁述，我担心很多新观众可能会有点看不懂。那我想来想去，用谁的声音，或者说你真的是找一个单独的独白嘛？因为整篇贯穿到始终都不会有旁白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只有那个人用他的声音，然后娓娓道来，然后又同时牵着他的手，把心里的话通过虽然是无言的，但是说是用旁白的形式表达出来，我觉得是更加的浪漫。本身来说，那一段的音效设计，其实我当时也有一些想法的，因为那段因为是倒挂失灵是雨嘛，花城在就是小时候见到那把红伞的那一瞬间，其实那个场景下其实也是有雨的嘛，所以很多场景是通过音效可以结合过去。跟我表述的时候，因为当时是没有画面的，他只是跟我说歌曲的意图是什么，就是我音乐应该怎么辅助啊。我在制作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知道这个歌的作用是什么了。音乐这块歌词，它要承载就是交代前史的作用。我们在旋律写作的时候，就可能会让这个词就是这个旋律会更密集一些，这样的话可以有更多的东西能够表述出来。部分观众表示，动画节奏有点慢，悬念感有一定的减弱，对此李导可否回应呢？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之前也说了，就的确是有点紧张，除非像刚刚开始说第一集我有特别强的就是说改编的欲望才会去动它。目前其实是完全按照原作的整个节奏啊，包括剧情在往下推进的，尽量做到一个还原。这也是第一季嘛，就是跟观众第一次见面，那么观众的一些反馈，我觉得包括我说，观众觉得有时候改编其实大家还会挺喜欢的。那我后面如果再有第二季、第三季的时候，可能会把一些改编放在适合的地方，再去融入到剧情里，营造悬念感的话，其实还是会对原来的故事剧情要做一些改编。那么因为我们书本身来说，其实更多的有点像于第三人称视角。那如果说要增加悬念感的话，其实更多的是需要谢怜这个角色参与到剧情中，那么势必可能会要增加一些谢怜的一些想法啊，包括他的一个状态啊、态度啊。那么我当时也很担心说，加了东西以后会不会产生魔改啊等等，所以说
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方式，先把这样第一季先做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看看观众的反馈，我们可以在后面继续改进。请两位老师分别说一下对谢怜和三郎的理解，以及在动画配乐制作过程中着重注意的地方吧。就这个片子本身来说，谢怜和三郎的互动其实是一个重中之重了。花城作为一个开着小号过来的一个角色，他有很多细微的一些就是行为变化，能让观众看懂，但是又不能让谢怜看懂。所以说，在动画刻画上，包括表演上面，要做这些细微的设计，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是觉得，就是他们两个的感情之所以这么特殊啊，我觉得还是在于作者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把这个时间跨度加到了里面，拉伸到一个800年，所有的事情就会变得很不一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念能够让你把这一件事情能够做到这么久的？他的那个情感张力一下就变得很大。刚开始制作那个第一版 PV 的时候，郝林导演是给我看了，就是我们当时 PV 的分镜的，张力非常大。刚开始制作的时候，可能我考虑的是我们如何把这样的一个特点能够在音乐层面表现出来，然后就是做了一版 PV 音乐给到郝林导演这边，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我觉得音乐挺好的，但是呢，还是有点担心，就是我们天关的这个受众究竟能不能够接受得了。然后到了第2天，然后他又跟我打电话说，哎呀，我昨晚听了一晚上，感觉可以，我们要试一下，在某一些层面，例如说在音乐层面，对，我们该尝试还是要尝试。所以我们说 PV 我们就试一把，就用了第一次成型出来，最后做的这个 PV 的音乐。然后最后反响还是挺不错的。刚开始我担心的是，因为是钢琴民乐的比重其实没有那么的大的时候，但是情绪到了就 OK。所以才会有 PV 的这一版音乐，然后才会有后面的一花一剑啊什么，都是基于原来我们最开始的一个尝试。就是我们也很开心，就是天关的这个粉丝，说实话，他们的包容度很高，审美鉴赏力也很强。杨老师能否分享一下为谢怜和三郎量身定做的音乐的设计想法呢？首先谢怜，我觉得800年能保持他现在的这种温柔，必然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人。所以在我们制作的音乐过程当中，除了柔美以外，我们更多的需要一种内在的力量支持他能够一直走下去。花城呢，就是更多的是一种信念感，就像为什么弹幕经常刷那个至死不渝嘛，就是他相信谢怜能让他成为更好的自己，就这份信念感也支持了他800年。所以说我们在做花城的音乐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就是这种信念感的传递。两位老师平时会看评论和私信吗？能否现场回应一下粉丝？弹幕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就是弹幕都是人才，什么三郎来了，什么南孚电池播的时候，我都是先等弹幕储存到一定时间，就等大家对，等花式弹幕都准备好了以后再看。反正我还都会去看一下类似音乐评论区这块的弹幕。当时是那个一花一剑吧，有个弹幕是说的是这唱的是什么鬼，没有一句不好听的，然后就被很多人很紧张，被很多人误伤。就拍的比较靠前的说，听不懂就不要听了，就误伤，对，挺逗的。还有人就是专门那个私信我说让你看那个微博，看微博私信。看，我其实看都看了，有的都会写很长的，就是小作文给我这个提各种各样的想法什么，我觉得我都看了，其实都看了。作文你都看过了是吧？对，我都看了，看的每次都看完都压力很大的。其实大家的评论啊什么，其实都有收到吧。我们可能还是一步一步来。博创的积淀，包括我们公司的积淀，也是在一定的成长过程中嘛。那这次挑战天关，其实对我们来说又是在往上摸高嘛。不光是在内容上改进，其实我们还要匹配我们的制作团队嘛。就是我们有这么多更好的制作资源，包括我说跟杨大结识了以后，有更好的音乐了，更多好的动画人参与了，那我们很多表现力啊、制作的稳定性啊，都能够再上一个台阶。大家可能看到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呈现的不够完美，但我们其实从内心上来说是想做的更完美，但有很多东西现在的资源还匹配不到，或者说是没有办法去做的更好。但是我是希望就是说通过时间啊，通过大家的一些经验，包括我说也是希望观众的一些包容和等待，然后让我们做就是一步一步成长得更好。本次天关赐福动画的创作经历与二位以往的作品相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看过就是我做原创作品的观众可能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个人是偏作者性的导演，创作欲望还蛮强烈的。但是做天关的话，我尽量还是会是认认真真的去嚼一些细节的东西。音乐层面是这样，因为其实
一年可能只会接几个项目来做一个完整的古风项目。之前其实并没有制作那么多。这次在制作这个天关的这个时候呢，我就挺深入的研究了一下我们国家的古风啊或者古装类的这个项目在配乐层面。个人的感觉是，其实有一点点举步维艰，大家很容易雷同。听到这个音乐，你感觉它能用在这个剧里面，放在那个剧里面也 OK。所以我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最令我苦恼的，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就放在天关里面会比较合适，有点突破啊。对，就是我从哪个角度能够去突破它。就好在天关本身这个项目它是有深度的，它是一个就是人性非常复杂的一个世界观。所以说我们在做音乐的层面，我们可以让音乐更加有深度。天关刺图动画第1季已经收官，2位老师对观众们说些什么吧？就很感谢就是观众的一路支持吧，每一次其实都是上片前都特别忐忑，因为我们也是就是尽力去把天关这个作品能够做到大家满意的一个效果和程度，所以也是非常感谢粉丝对我们作品的一个支持和包容，希望给更多的耐心和等待，让我们可以有时间充分的准备，把后面的天关做得更好。我是觉得就是整个的这个制作周期其实挺长的，但是这个播出非常非常的快，感觉好像就几个月2-3个月就播完，我们可能花了1年多的时间去做，其实还是挺依依不舍的。我还是希望这个能做得更长，但这个对于李导来说可能就有点为难啊，所以我们就还是就是期待下一季。感动。一定会有第2季吗？会。花城的人设会修改吗？会。制作的最辛苦的是哪一集？每一集。三郎的辫子就这样一直歪着吗？不舍得拆。第5集中，三郎手臂上的花纹是什么意思？是。第1季的歌比较柔和，以后会有快节奏一点的歌吗？会。请分享一下红绝的创作思路。因为又红又绝。请2位老师各用1句话向大家安利特别篇吧。特别篇主要是花城和谢莲的彻夜长谈，并且还会有一丢丢小惊喜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2月16号的特别篇，哔哩哔哩独家播出。惊喜很够，时长很足，大年初5天关赐福。星辰竹鼠会员等级5。红衣服的这位旧房翻新木工油漆瓦工兼效果图设计师，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吧？因为是他，所以都会。北京物研科技有限公司，这是 ID。直男看了都说好，竖起我的大拇指。孤世中粉影6级会员。文神里但凡有个笔写字的，他们都不至于输得这么惨。你行你上啊。ID 泽尔克。通灵阵里的 BGM 有随着谈话内容做调整，一开始众神聊天的时候只是很弱的伴奏，当聊到花城银蝶的时候，古筝的主旋律就进来了，与银铃的鼓声相伴，画面一下就变得柔情和清澈起来。然后是连连对南洋旋风的道谢，最后一声鼓作为结尾，爱死音乐团队了。光从这些小细节就可以看出，真的是用心了。其实这也不是完全的音乐团队的功劳，这应该是整个制作团队，因为大家都是通力合作。遥远的理想乡，绝了！看了看评论，好像女生比较多，我一个男生瑟瑟发抖，害怕。我还没发抖，你发抖怕啥？23333A 黑。结尾是花城的配音演员马正阳来旁白连连的生平，也太好哭了吧！殿下，我一直看着你，那就多刷几遍。来过倒鸭，珍惜吧，这是全书最甜的一段了。我觉得还不够。CCEM， 再看一遍，再看一遍我就睡了。我们制作组都还没睡呢，你睡啥？红颜料泡饭。给三郎加头发，还有大花人设改帅点，服装注意一下，以及叫李豪林看微博，看私信。皮下你看了和私信后，也请把建议告诉李豪林，我求求你了，我跪求你，我都恨不得把自己头发拔下来给花城了，我的不够，把李豪林的也拔了下来。你们说说这发量合理吗？改改吧。
还有人设图，求求制作组的各位小哥哥小姐姐了，我爱你们，祝你们事业顺利。动画有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完全把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完全的表达出来。如果说是按照花城那个长发的发量来说，应该是一个很粗很大的一个辫子，就不好看，而且飘也飘不起来。观众希望能够扎完以后量再多一点，未来有机会的话，我还可以再改进改进。好，谢谢观众。我头发保住了吗？我叫荣宏主要是负责天官的作画监督的工作，就是将一些手下的1元2元的工作把它给修行。第一次接触这么美型这么漂亮的一个作品，然后呢对它的那个期待也是很大的，然后这次能在 B 站获得这么高的成绩也是很高兴这个样子。当然压力还是蛮大的，主要因为负责的项目并不是整个流程，只是负责流程当中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因为整个片子还是需要靠导演、演出以及其他的协同人员一起来完成。目前觉得配合还是可以的。有什么话想对观众说吗？天官赐福，百无禁忌吧。